生完孩子刚出产房，老公说要跟我商量一件事，孩子是你要生的，以后你自己带，别总想着指望旁人，我妈又不欠你的。我点点头，没问题。于是坐完月子，我便带着孩子回了爸妈家。爸妈高兴地接过孩子，以后这孩子跟咱家姓，上咱家的户口，咱家家业后继有人了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手术结束后，护士将我推出产房，笑着说母女平安，但赵恒的脸色却并不好看。他沉声开口，小云，有件事我要跟你商量一下，孩子是你自己要生的，以后你自己带，别总想指望别人，我妈又不欠你的。我点点头，还有呢？见我如此平静，赵恒有些意外，他接着说，还有你那脾气也得改改，衣服有的穿就行，化妆品也别买了，都是当妈的人了，花钱还总是大手大脚的，过日子最重要的是节省。他能说出这话，我丝毫不觉得意外，毕竟从很早之前，我就知道他们一家是什么样的人。当初产检完，婆婆拿着片子到处托关系打听，得知是女孩后，她立刻耷拉了脸。女的都是赔钱货，第一胎一定要生个男孩。婆婆要求我打掉孩子，被拒绝后，她又私下找到医生，她给医生塞红包，让他偷偷给我做流产手术，却被医生骂了回来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重男轻女，这是违法的，我们得对产妇和胎儿负责。赵恒的话说完，护士脸上的笑容都快挂不住了，可我却依旧十分平静地接受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见我如此识相，赵恒的脸色终于好了一点，我就请了半天假，下午还得上班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护士小姐忍不住说，您妻子刚做完手术，家属最好能陪护一下。我打断她，非常善解人意地说，没关系，工作重要，你去忙吧。护士小姐，麻烦你送我回房间，私立医院楼上便是月子会所，我早就预定了最高级的套餐，6个育婴师和月嫂全都整装以待。我将他们叫到跟前，交代工作内容。你们的职责很简单，第一，照顾好我和孩子；第二，不允许除我之外的其他任何人接近孩子，尤其是自称我老公和婆婆的人，更是不能让他们靠近一步。之所以能如此平静接受，是因为我从很早之前就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从生下孩子的那一刻，就是我和这家人彻底切割的开始。我在月子中心舒适安稳地休息了一晚，隔天早上，赵恒的电话打了过来，他语气依旧很不耐烦，私立医院收费那么贵，没事就赶紧出院，年底了，公司事情多，我没空接你，你自己坐公交吧。此时我正靠在软枕上，喝着营养师煲的汤，听着护理师细心介绍产康专案，我慢悠悠地开口，不着急，等出了月子吧。赵恒咬牙切齿，你还要在私立医院坐月子，你知道那要多少钱吗？我笑着说，20万，刚刷的卡，还热乎呢，要看账单吗？话音刚落，赵恒就炸了，我想换车，你说没钱，现在却花20万住月子中心。苏小云，你是疯了吗？立刻给我退钱，回家。不理会他在那头歇斯底里的咆哮，我将手机挂断扔在一旁。当初选择生产医院时，我就跟赵恒产生过分歧，他认为私立医院收费太贵，没有必要。我妈生我的时候都没去医院，1分钱都不用花，那么多女人都生孩子，
怎么就你娇贵？我说我可以自己出钱。赵恒当场就变了脸色，你这大手大脚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？趁早把银行卡给我保管，否则这家早晚让你败光了。我所有的积蓄在一张银行卡里，赵恒不知道卡里的具体数额，却打着主意提过好几次，要么换车，要么投资，要么借给过命的好兄弟，但每次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回去。他恼羞成怒，说以后不会给我一分钱，让我自己养孩子。他以为可以用钱威胁我，却不知道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我是 A 市独生女，家里经营着玉石生意，虽然称不上富甲一方，但也积攒下一些家业。父母对我满怀期待，万般宠爱，我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。经商能力出色，将家中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只是眼看着我到了30岁还没有男朋友，爸妈有点着急了。他们在相亲网站上充了最高等级的会员。赵恒是网站推荐的潜力男嘉宾，他比我小2岁，1.85米的身高，优秀的学历，稳定的工作，爸妈对他非常满意。虽然是单亲家庭，但看得出是个努力上进的孩子。只要你们过得幸福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和赵恒确实也有过一段甜蜜时光。刚恋爱那段时间，他对我体贴关怀，呵护备至，我也一度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。直到怀孕第5个月，赵恒终于原形毕露。或许是觉得已经把我彻底套牢，他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。他说要生了男孩才能领证，老赵家的血脉不能断。他说女人吃苦耐劳是美德，以前他妈妈怀着他的时候，7、8个月了还能下地干活。他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必须改掉娇气的臭毛病，才有资格进他家的大门。这样的转变令我吃惊又愤怒。我跟他吵过也闹过，但赵恒却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他凶神恶煞，暴躁易怒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动手打人。我想过及时止损，打掉孩子重新开始，但医生告诉我，由于身体原因，这很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孩子。于是在慎重思考过后，我决定将这个孩子生下来。他的身体里流淌着我的血液，为什么不能是我一个人的孩子？赵恒自以为用孩子套牢了我，殊不知我已经做好了去负瘤子的打算。半小时后，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来敲门，说外面有自称我老公的人要求见我。我摇摇头，我没结婚，哪来的老公？肯定是骗子，你们千万别放他进来。我知道赵恒会找来，但我一点也不担心。当初之所以选择这家月子中心，就是因为他们安保措施完善，注重顾客隐私。只要我不点头，赵恒就不可能见到我。之前选择隐忍，不过是因为孕晚期身体不便，不想与他们产生冲突。如今孩子都生下来了，也是时候跟这家人划清界限了。我给爸妈打电话，告知他们预产期提前发动，我已经生下了一个女儿。爸妈非常吃惊，立刻要从 A 市飞来看我。我却开门见山地说，爸妈，我跟赵恒分开了，孩子我打算自己抚养，没跟你们商量就擅自做了决定。对不起，这个决定是很早就做下的，但为了不让爸妈担心，我选择了隐瞒。妈妈焦急不已，云云，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？爸爸则当场拍板，分开就分开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以后让孩子跟咱家姓，上咱家的户口。在爸妈的强烈要求下，几天后，我带着育婴师和月嫂回了家。我将赵恒的所作所为大致说了一遍。妈妈握着我的手，心疼得直掉眼泪，怪不得受了这么多，原来受了这么大委屈。我无奈地说，您是怎么看出我瘦的？即使在怀孕的时候，我也从没亏待过自己的身体。
更别提这段时间有专业的营养师和产康师照顾着。我如今的气色比生孩子前都好。爸爸愧疚地说，是爸爸识人不清，才让你遇上赵恒这种畜生。我摇摇头，不怪您，是他装得太好了，能成为相亲网站推荐的潜力男嘉宾。赵恒的条件其实还不错，研究生学历，有车有房，月薪过万，人长得也是高大端正。但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才发现，他其实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光鲜。赵恒是单亲家庭，年幼时他爸爸便抛下家庭，跟着别的女人跑了。他姐姐早年辍学结婚，如今刚刚生下第3胎，家庭生活一地鸡毛。他妈妈一身慢性病，每个月要吃药调理。赵恒的工资要给母亲买药，要补贴姐姐姐夫，要还房贷和车贷，几乎月月都透支。但即使知道了这些，我也不在乎。一家人何须斤斤计较？只要我和赵恒真心相爱，我不在乎在经济上帮扶他们，毕竟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但我没想到，赵恒的伪装技术那么好，他看中我 A 是独生女的身份，假意温柔体贴，让我深陷爱河。他以为生下孩子就可以将我套牢，却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。我有为自己兜底的能力，我不是非他不可。我将得力的月嫂和育婴师一并带回了家，有他们照顾着，父母也能轻松一些。孩子躺在襁褓中，眉眼弯弯，咿咿呀呀地挥舞着小手。妈妈被逗笑了，哎呀，这小脸蛋真是跟云云小时候一模一样。爸爸也凑上来，还真是，尤其是眼睛，随得神了。家中氛围一片和乐，我们在这里享受天伦之乐。赵恒那边却按捺不住了。这段时间，赵恒一直没联系我，我知道，他是在等我主动服软，最好能痛哭流涕地认错，把所有积蓄主动上交，跪着求得他的原谅。可等来等去，我却一直没有动静。他终于忍不住，打电话过来，苏小云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我笑了，你是谁啊？赵恒气结，我是你老公，是你孩子的爹。我逗弄着女儿，慢条斯理地开口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，我还是单身呢，哪来的老公？我和赵恒一直没有领证，当初知道自己怀孕后，我也提过要尽快结婚，但赵恒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。现在天气冷，你怀着孕要少出门，要以身体为重，不如等孩子出生再去领证。双喜临门，直到得知我怀的是个女儿，赵恒终于原形毕露，换了一副嘴脸。我妈说了，生儿子才能领证，你要是不肯打掉孩子，就这么拖着吧。赵恒笃定我会做出妥协，毕竟在世俗观点中，未婚先孕对女性一方生育影响更大，但他唯一失算的是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。赵恒本以为给了我一个大台阶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的态度。他气急败坏，口不择言，苏小云，现在认错还来得及，否则你别想再进我家大门一步。你最好想清楚，你连孩子都生了，除了我，还会有男人愿意要你吗？他以为抓住了我的命脉，但我却只想发笑。我从来不认为男人是人生的必需品，否则也不会拖到快30岁才愿意相亲。去父留子并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我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。即使没有赵恒，我也能把孩子很好的抚养长大，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，我都会给他最好的。我顺着赵恒的话，故意刺激他。为什么没人要我？我名下5套房子，3辆车，卡里600多万存款，有这么多资产做嫁妆，我还怕找不到男人。赵恒只知道我有钱，却不知道我这么有钱。当初我和他是相亲认识的，后来相处中，
我察觉到赵恒是个自尊心很犟的人，为了照顾他的感受，我选择隐瞒部分经济条件，没想到歪打正着，反而帮我认清了他的真实面目。这番话将赵恒砸得头晕耳鸣，他近乎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不信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”我无所谓地说：“随便你信不信，你不是来过我家吗？或许你可以先查查这边的房价呢。”赵恒一直自视甚高，他从小学习成绩优异，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名牌大学，找到了好工作，买了房和车，在城市安家落户。在很多同龄人中，他或许是佼佼者，可我们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单纯靠努力就可以弥补的。就比如我家在 A 市这套别墅，虽然不是在顶好的地段，可每平方米的均价也已经超过了6位数。这至少以赵恒的收入来说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买得起。所谓杀人诛心，我就是要让他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巨大差距。当天晚上，赵恒再次给我打来电话，他的语气和态度都和缓了很多。大概是查过房价之后，他对我的价值有了新的估量，因此才愿意说几句好听的来哄我。小云，我想过了，这件事我们都有错，我们都太冲动了。但无论如何，你不该带着女儿不辞而别。我妈在家想孩子想的都哭了好几场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见一面，好好聊一聊。他这话说的体面，可事实却完全相反。当初得知孩子的性别之后，这对母子便异常默契地统一了战线。我是独苗，老赵家不能在我这一辈断了香火。你要是不愿意打掉，就这么拖着吧，反正生不出儿子，你就别想进我家的门。但如今的赵恒似乎得了失忆症，完全忘记了自己之前说过的话。他振振有词：你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？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角色是父亲，父爱是多少钱都弥补不了的。我笑了起来。是吗？那我得抓紧时间给孩子找个后爸了。多谢你的提醒，我这就去相亲网站报名。赵恒嗤笑：一个带孩子的女人，你以为会有人看上你吗？我笑得更大声了。看不上我悬看不上钱吗？谁跟我结婚，我就送他2套房子1辆车。这个世界上会有人嫌钱多吗？说完，不理会他在那头气急败坏的大叫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想，赵恒今晚大概睡不住了。第二天清早，物业管家打来电话，说外面有位姓赵的先生找我。我猜到赵恒可能会找来，但没想到他竟然会来得这么快。毕竟今天是工作日，请假要扣钱的，这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。但我并没有跟赵恒见面的打算，温和有礼都是假象，真实的他暴躁易怒。我不想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。我不认识什么赵先生，年底了，骗子多，你们注意点，别让可疑人员混进来。几分钟后，赵恒的电话打了进来，他咬牙切齿：苏小云，你别蹬鼻子上脸，你知不知道为了过来找你，我光机票都花了1000多，你不就是记恨我没娶你过门吗？你要是肚子争气点，生个男孩，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吗？赵恒研究生毕业，也算是高学历人群，他当然知道生男生女其实主要取决于男性一方，他只是想找个理由，把我往低处打压罢了。我懒得再跟他掰扯，直接挂断电话，并顺手将他拖进了黑名单。我本以为晾着不理，他也就自讨没趣的走了，但没想到半小时后，我却收到了来自派出所的电话。民警问我是否认识一位名叫赵恒的先生，他报警说你偷走了他的女儿，让你把孩子还回去。在民警的要求下，我去了一趟派出所，接受当面调解。算起来，我们已经有2个多月没见面了。赵恒比原先胖了点，
姿态依旧傲慢。他鼻孔朝天，居高临下地说：苏小云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你要是还想好好跟我在一起，就回家跟我妈认个错，道个歉，说不定她一心软，就答应咱俩领证了。不过要赶紧生2胎，这次必须是个男孩，还有你的那些房子和店，也要过到我的名下才行。这话说出口，连民警大哥看他的眼神都变了，但赵恒却浑然不觉。他眼神下移，突然就炸了。苏小云，你又换了新手机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乱花钱的臭毛病？他脸红脖子粗的大吼着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妈现在用的还是我3年前换下来的旧手机。大概因为原生家庭的缘故，赵恒对金钱格外敏感。以往我会顾及他那脆弱的自尊心，可现在我恨不得把他踩进泥里。我嗤笑着回怼，你妈用旧手机是你没本事，关我什么事？赵恒一口气噎住，瞪着眼睛，憋得脸红脖子粗。民警让我们平复一下情绪，又问起我们的关系。我如实交代，我们以前交往过一段时间，后来因为各种矛盾分手了。赵恒冷笑，分手？说得好听，你现在连孩子都生了，除了我，还会有人要你吗？苏小云，给你台阶就赶紧下，别闹得难看，最后收不了场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谁跟你说？孩子是你的，我咨询过律师，未婚生子，孩子是默认上女方户口的。赵恒要证实孩子是他的，就必须通过亲子鉴定来判定血缘关系。可只要作为孩子母亲的我不同意，孩子就不能进行亲子鉴定。这是一个无解的局。此时此刻，没有领证对我反而是一种保护。赵恒察觉到了我的目的，他愤怒地说：别以为这点小花招能把我骗过去，你要是不把孩子给我，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个没人要的破鞋。我转头看向远景，他人身攻击，还威胁我，这是犯法的吧？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，这场调解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。民警口头警告了赵恒，让他以后不准再打扰我的生活。我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，但一时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。从派出所大厅出来，天气突变，下起了雨夹雪。赵恒匆忙赶来 A 市，没有带什么行李，此时身上只穿着一件薄羽绒服，被冻得瑟瑟发抖。而我则坐进温暖的驾驶位里，准备驱车离开。我半降车窗，轻蔑地看着赵恒，我跟你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就比如这辆车吧，不贵，50来万，可你要是靠自己，就算不吃不喝，也要好几年才买得起吧。我深知赵恒的性格，一旦跟金钱扯上关系，他就会变得敏感易爆，但我就是要故意激怒他。果不其然，听我这样说，赵恒脑子里最后一根弦瞬间崩断了。他抓起一块石头，愤怒地向着车窗砸去。这样做的后果是，我们还没出派出所的大门，就又被带了回去。赵恒试图狡辩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我砸自己家的车也犯法吗？我却当场表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一定会追责到底。最终，赵恒因故意伤害和损毁他人财物被处以15天拘留。至于车子维修费用的具体数额，要等鉴定之后才能得出，但预估不会低于10万。听说要赔钱，赵恒终于慌了。在外人眼中，他是有车有房有好工作的精英人士，可我却知道赵恒真实的经济情况。他不仅没有存款，甚至信用卡还欠了不少钱，每个月都是拆东墙补西墙，入不敷出。别说10万，他现在连1万都掏不出来。赵恒终于硬气不起来，他试图打感情牌，让我放弃追责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苏小云，你别意气用事，如果我留下案底，咱们女儿以后也会受影响的。
可我也只是微微一笑，后续的事情，保险公司会联系你的。回到家时，女儿还在睡梦中，看着她恬静的睡颜，我只觉得心中柔软一片，忍不住凑上去亲了亲她的小脸蛋。这是与我骨血相连的亲人，是我要细心呵护的宝贝。我不会让他跟赵恒那个人渣扯上任何一点关系，更不会给他任何接近我女儿的机会。习惯了报喜不报忧，有些话我甚至连爸妈都没有说过。我曾经在登录电脑时看到过赵恒墨来得及删除的搜索记录：妻子去世，丈夫能否继承妻子的房产，怎样合法转移妻子的存款，如何人为制造难产。看着这些搜索记录，我忍不住后背发凉。我知道赵恒人品差，可我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恶毒。他不仅想要我的钱，还想要我的命。我不禁感到后怕，假如我怀的是个男孩，是不是可能就没有机会认清他的本质，以至于糊里糊涂丢了性命。赵恒被拘留期间，他妈妈经常打电话过来，各种脏话不重样的骂。我并不生气，而是全部录音备份，留存证据。我有预感，这对奇葩母子并不会善罢甘休。果不其然，1个月之后，预感变成了现实。赵恒的妈妈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家工厂的地址，带了一众媒体找过来。她在镜头前跪在地上，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。苏小云这个毒妇，把我儿子辛辛苦苦赚的钱全都卷走了，连孩子也带走，不让我们现。我儿子来找他要个说法，他却跟奸夫合伙把我儿子打伤，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。我老太婆今天就是把命豁出去，也要讨回公道。赵恒的妈妈是我见过最戏精的人，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她常用的戏码。我跟她相处过一段时间，自然深知她的本性，但不明真相的人却很容易被唬住。由于阵仗闹得太大，即使及时报警驱散了人群，还是引起了小范围的讨论。网上更是谣言纷纷，连公司的合作伙伴都来询问。爸妈十分气愤，简直胡说八道。我们什么时候找人打他儿子了？还说我们拿他的钱。我们家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我摇摇头，八卦是人的天性，大家只相信自己想听的。这个时候任何解释都会显得苍白无力，唯有重拳出击才能扭转局势。从赵恒暴露真实面目的那天起，我就开始留心保存各种证据，聊天记录、视频、录音，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。我问心无愧，自然不怕把事情闹大。他们可以找媒体，我也可以；他们可以煽动舆论，我也可以。而且我有钱有管道，可以找得更多，也更专业。我找到公司法务，以造谣诽谤和侵犯名誉对这对母子提起诉讼，而后又联系本地大 V 以及自媒体发布律师函和澄清视频，并表示一定会追责到底。很快，2极反转，赵恒的真实面目暴露于公共视野之中。精英优质都是表象，真实的他只是一个高攀不成、妄图吃绝户、被识破后恼羞成怒的凤凰男。被欺骗的网友愤怒不已，舆论的力量开始反扑。一时间，赵恒如同过街老鼠，甚至连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也都被扒了出来。赵恒的单位虽然不是公家饭，但也是行业内比较知名的企业。他的这些行为已经对单位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，因此，在权衡利弊之后，赵恒被辞退了。听闻这个消息，我心情无比愉悦。赵恒一直自视甚高，其中这份工作也是他引以为傲的重要支撑。如今被辞退，想必对他来说是不小的打击。抱着看热闹的心态，我找到与赵恒同行业的朋友，询问他的近况。朋友说赵恒在行业内名声臭了，假如不转行，以后也找不到太像样的工作了。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
赵恒被辞退之后，原本想在家休整一段时间，等外面的风声平息，可他妈妈却不赞同。你在家闲着不挣钱，光出不进怎么行？还好你张姨说要带我做微商，只要先投入5万货款，后面能翻倍赚。赵恒忍不住说，妈，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，你别瞎折腾。赵妈妈不乐意了，我都跟你张姨他们说好了，现在临时变卦，我怎么丢得起这个人？再说了，这是能挣钱的好事，你手里不是有公司给的补偿金吗？我真是白养你这么大了。没办法，赵恒只好转了5万过去，但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当天晚上，赵恒的姐姐又打来电话借钱。潇潇明年上小学，我托关系给他弄了个重点学校的名额，现在疏通门路还差点钱，你先给我转5万。赵恒的姐姐早年辍学嫁人，经济条件比较一般，如今又刚生下第3胎，日子过得更是一地鸡毛。她经常找赵恒哭穷，而赵恒也会尽力帮扶，毕竟他是家里最有出息的顶梁柱。可如今不同往日，赵恒艰难开口，姐，你也知道，我最近辞职了，手里没多少钱。对方立刻急了，小恒，你可不能忘本啊，要不是我当初辍学打工供你念书，你能有今天？你外甥上学是大事，你这个当舅舅怎么能袖手旁观？你不知道我找这层关系费了多大力气，大不了我以后还给你就是了。赵恒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就像之前借出去的钱，也从来没有还回来过，但他还是转了5万过去。就这样，前前后后才不到1个月，赵恒手里的赔偿金就都花光了。看着银行信用卡的账单，听着来自保险公司的催债电话，他终于撑不住了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一通陌生号码的电话，是赵恒打来的。他一改先前的傲慢，诚恳地向我道歉，说自己知道错了。小云，以前是我太傻，不知道珍惜，你才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，你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和孩子。你不是想结婚吗？我们明天就去领证，你喜欢中式还是西式婚礼，都听你的。我当场失笑，赵恒，你真以为你是什么香饽饽呢？赵恒急了，你就算不为了自己，也该想想孩子，他还这么小，不能没有父爱，不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我打断他，我可以给他再找100个继父，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赵恒立刻原形毕露，他愤怒咆哮，苏小云，你敢让我女儿管别的男人叫爸爸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懒得再听他废话，直接将这个号码也拉进了黑名单。我原本并没有把赵恒的威胁放在心上，可几天后，家里的买菜阿姨却单独找到了我。她说最近每次外出时，总觉得好像有人在后面跟着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但思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得跟您说一声。我郑重表达了感谢，并单独发给他一笔奖金。看来赵恒的胆子比我想象中更大，但想想也是，他如今欠了一屁股债，职业生涯也差不多完蛋，几乎是走投无路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把我哄回去是性价比最高的做法。我深知对付赵恒这种人，必须重拳出击，才能让他记住教训。但还没等我想好要如何反击，却先收到了远景的电话。请问是赵恒先生的家属吗？麻烦来一趟医院。我跟赵恒自然不存在家属关系，不过出于好奇，我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况且守着远景，我不信他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。我赶到医院时，赵恒正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。医生说他从墙上摔下来，导致腿部骨折，需要卧床静养。面对远景，赵恒声泪俱下。
他说自己来 A 市是为了探望孩子，可我却不让他和孩子见面。他一声不吭地把孩子带走，不让我们见。我妈想孩子想的眼睛都快哭瞎了。远景同志，我是想孩子想得不得了，这才想翻墙进去看一眼。可他一个常年坐办公室的人，根本没有能力做出这么高难度的操作。赵恒爬到一半，失手从墙上掉下来，摔晕在路边，直到清晨环卫工人打扫卫生时发现，才将他送去了医院。他这番表演声情并茂，我却冷笑不已。他骗得过远景，却骗不了我。探望孩子是假，想偷走孩子威胁我拿钱才是真的。虽然赵恒这种行为违法，但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，因此远景只是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，并没有实质性的处罚。远景走后，赵恒更得意了，他理直气壮地吩咐：你去把住院费交了，再买点生活用品，今晚陪床照顾我。我心里本来憋着一股火气，听他这样说反而笑了。我没经验，照顾不好。这样吧，我给你请个护工。赵恒皱着眉头，行吧，不过你要按时把3餐送来，我吃不惯医院的东西。走出医院后，我从电线杆的小广告上找了中介电话，直接打了过去。你们那有护工吗？我要评分最低、最便宜的。不多会儿，护工到了，是一位膀大腰圆、面相有点凶的大姐。她不客气地开口：摊子不接，企业加100，定金先交500。我直接给她转了3000，说病人家属不在本地，让她多操心照顾。护工大姐收了钱，态度依然不好，不过我很满意，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。不出所料，赵恒只被照顾了1天就扛不住了，杯子里的水是凉的，吃饭、上厕所永远找不着人帮忙，晚上还被呼噜声吵得睡不好。他想联系我，但所有的号码都已经被拉黑。他打给家里人，可家里已然乱成了一锅粥。他妈妈跟人做生意，把所有钱都赔了进去，哭着让赵恒想想办法。他姐说孩子玩鞭炮把社区里的豪车炸了，着急忙慌地问赵恒该怎么办。恰好此时手机短信响起，是信用卡到期还款的提醒。赵恒双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2天后，护工大姐给我打电话，说赵恒自己出院走了。他嚷嚷着是他自己走的，可不是我没照顾好啊，钱退不了。我笑笑，没关系，就当你的辛苦费了。为了避免赵恒会继续作妖，我特意找人留心他的踪迹，但事实证明，赵恒如今自顾不暇，根本没空找我的麻烦。他原本就背了很多债，如今又被家人拖了后腿，经济状况可谓一塌糊涂。不得已，他只能抵押房产，向当地的地头蛇借高利贷，可他借得起却还不上。地头蛇直接找人打断了他一条腿，悬放话以后限他一次就打他一次。赵恒如同丧家犬，携家带口连夜跑路，自此再无消息。再次见到赵恒，已经是6年后。那时，我正带着女儿小小参加暑期夏令营，小朋友们在带队老师的带领下，开开心心地参观博物馆。现场有几名工作人员维持秩序，我认出其中之一正是赵恒。他穿着工作制服，脸颊凹陷，胡子拉碴，整个人瘦得轻飘飘的，跟以前完全是变了个人。赵恒显然也认出了我，他有些错愕：苏小云。我后退一步，冷静地说：你认错人了。赵恒神情激动：你华成辉我都认识，你就是苏小云。恰好此时女儿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，赵恒的眼神顿时变得更加炽热。这是咱们的女儿吧？都长这么大了。小云，我们和好吧，让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以后我们再生个男孩，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
此情此景，我有1万句脏话想要说出口，但最终还是隐忍吞进了肚子。女儿还在这里，我不能让她陷入危险之中。女儿好奇地看着我，问我这是谁。赵恒急吼吼地开口，我是你爸爸。女儿眨眨眼，一本正经地说，骗人，你才不是我爸爸。我爸爸长得又高又帅，你像个老头子一样。赵恒瞬间炸了，他怒气冲冲地看向我，你敢给我戴绿帽子？他还是跟以前一样暴躁易怒。我护着女儿后退，急中生智地说，赵恒，王大宝还不知道你在这里吧？你信不信我把消息告诉他？王大宝是当年那个地头蛇的名字。在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，赵恒脸上浮现出恐惧的神色。我暗自松了口气，知道自己赌赢了。赵恒从来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人，这些年倒是从来没有变过。危机解除后，我打电话给博物馆进行了投诉。管理员破口大骂，你还敢骚扰顾客？岗前培训是怎么学的？你这个月奖金没了，不想干就滚蛋，你不干有的是人干。赵恒点头哈腰，卑躬屈膝，再没了先前的神气。我跟女儿站在远处，静静地看着。女儿扬起天真的小脸，他是我爸爸吗？女儿从小就非常聪明，与其等她自己发现，还不如从一开始就坦诚。因此，从她懂事以来，关于一切过往，我从来没有隐瞒过。她知道自己的妈妈和爸爸在很久以前就分手了，但她从没因此而感到自卑，因为她得到了非常多的爱，这让她有坦然面对一切的底气。我无奈地说，对不起，宝贝，妈妈以前的眼光不太好。女儿点点头，没关系，妈妈以后改掉就好了。不过我确实很想要一个帅帅的爸爸。妈妈，你要加油，我可以帮你把关哟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